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21世纪的台湾，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竟然爆出了台湾竟然在做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体实验，而且时间竟然长达7年。对象是谁？就是你画面当中看到这些台师大女足队的球员们。这个长达7年的时间，他们必须要连续抽血抽14天，而且一天抽1次算幸运。如果你找不到血管的话，你一天至少会抽到3次以上。你看到这些照片，你会觉得心非常非常痛。有人抽血抽到整只手都淤青了，有人抽血抽到眼泪都流下来了，每天都是过得生不如死的日子，甚至有人找不到血管，把这个灭火器直接拿了起来。这件事情严重到怎么样？今天台湾媒体都在报道之外，今天连 BBC 都特别撰文来报道。但今天让台湾人更气愤的事情是什么？其实这件事情去年就已经有立法委员来爆料了，都已经去质疑这件事情了。没有想到相关单位从台师大、国科会、体育署，甚至相关的单位，他们互相的推责，他们互相的踢皮球，甚至想要去掩盖相关的事实。直到有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大生，她在就学的这段时间，她不断的熬过去，等到她毕业之后，他终于把他在学的收集到所有照片跟影片全部都公诸于世，而这件事情才会完全爆开出来。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第4位我们要特别介绍，我刚才有特别提到说，有一名非常勇敢的女大生，她在就学期间，她熬过了，甚至呢，她把所有的照片跟影片全部都收集起来，等到毕业之后完全公布出来，我们才会知道这一件的事情。我们要欢迎的是这个台师大女足抽血案的当事人简同学，你好。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志同，我们刚刚讲成这样，为什么？因为从 BBC 报道到今天，台湾媒体通通都在报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台湾竟然在实施一个这么可怕的人体实验。这个人体实验竟然长达了7年。这个7年之后呢，我们更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女大生，这些女足队的学生，对，通通都是白老鼠。没错，我们今天要踢爆这件事情，大家都没办法忍受。为什么没办法忍受呢？在我们台湾现今的社会里面来说话，居然有学校，他居然敢滥用学生的任何的资源，尤其是抽他们的血来进行所谓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基本上大家又不知道他们在研究什么，然后更让大家没办法接受是什么？这些学生他不能够说不，他只能够接受说他一定要这样抽血。那还我们更不能接受是什么？这件事情呢，在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报，对，就调查了半年之久之后呢，目前为止，我们的教育界、我们的体育界，居然还是不肯面对这个现实。他说啊，这个没有什么，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好，那我们就看，这主要是这样子的。你看，女学生，就是我们今天到场的简析的女学生，她收集了她这个画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计划。我跟他讲，是从2017年开始要进行14年的长达计划。那这个计划里面来说，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要抽女学生，尤其是这些女学生是女足球队员，他们要抽他们的血，要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他们说是我们跟我们学校这个跟国科会合作的。对。那我们这个讲呢，我们在这个做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连续抽14天的血，而且不能够中断。那中断的时候呢，不好意思哦，你可能这个今天的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对不对？那抽不出来的时候，我可能要连续给你扎好几次。那不止连续扎好几次，之后你知道还是怎么样吗？因为他们这些扎这个所谓抽血的人呢，也不是专业人员，对，都不是。我跟他讲，基本上这就是违法了。为什么？要抽血的时候，抽血的地方只能够在医院、在检验所、在相关有医检人员、医药人员的在操作现场，就算没有。所以整个操作过程，如果你去看他们的影片，有些人根本不太会打，所以给你抽好几次，他们就只能够再去打好几次啊。抽血那可是痛死了，而且你今天完全你找不到血管的时候，你完全乱戳乱弄的。对，没错。那这样是很多人就说，很多人就说，你看前后被抽了200管的这个血液的血和学分，就是说我要毕业 ，OK。照你知道，他们说你可以不要这个抽没关系啊，你可以不要抽，但是问题是，我都已经要你签同意书，你可以不要抽哦，不要抽是怎样？你就不要毕业吧？哪有这种事情？所以我就说，他们不抽血，你的毕业学分你就给我扣着。所以我就说，他们等于是说就被当成是血牛这样来操作。好，那我就讲，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所谓主导的人，他叫做谁呢？他主要是一个总教练，叫做周台英。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7年，7年之后，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因为过去很多人都是在我要学分，我要毕业的这个压力之下，然后有这个学校的阴影，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黑暗势力在这个地方来，终于今天有一个选同学，他愿意把他收集的资料全部公开来之后，大家才震惊。好，那我就讲，因为大家震惊，因为从去年就已经爆发。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都，你看台湾师大女足球员被要求这个抽血换学分引争议，这都已经登上了国际媒体了嘛？那台师大就说什么啊？我们已经完成这个调查的结果了，那已经解除了这个教练的职位，然后不得再带领这个运动代表队，然后抽血不符合人体的这个研究法等的规定，以要求资料销毁，然后态度很轻描淡写，所以网友就骂半天，这里面牵扯到什么？你可能涉及到霸凌这些学生，对，学生根本没办法说不，而且你还用学分去恐吓他，用毕业去恐吓他，这里面牵扯，而且我跟他讲。因为你违法取用人体的任何东西，你可能涉及到一些刑法问题。志忠，你刚刚有特别提到哦，为什么说这一次会有说要14天连续的抽血？是，就是因为国科会的这个相关计划，这个叫做建构新世代精准女性足球运动身心理伤害及表现的智慧感测与横件平台等等等等等。对，这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啊，谁知道？里面竟然抽血要抽成这个样子。没错，好，这里面来说的话，当然就是因为国科会跟我们这个台师大有合作的一个算是研究案嘛。那研究案来说的话，赵总你知道吗？事实上研究案基本上都可以获得一些经费。那获得一些经费来说的话，事实上即使你要执行抽血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使用的费用。那现在呢，人家就说，根本这些女足球员也没有收到这个费用，就没想到他们现在就说啊，我们开始把这个费用给你啊。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同学都说我这个被抽血的时候费用之后，他就说你要捐给这个团队，因为我们这个足球队需要费用，你要捐成公费。所以某些程度来说，他等于是把这些女足球员变成什么？变成是敛财的方法。可能我把这个费用没有错，我教练我可以说啊，我没有用在我个人，我是用在女足的身上。可是问题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嘛，国科会有一些费用进来，那可以发到这个个别球员，但是我就要求你把它捐出来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但是问题现在大家除了这些争议之外，另外一个，那这个研究室来说，该实验属于国科会的研究计划。那这个记者会现场就有人说，那抽血的用途是什么？因为大家目前为止看到这个计划里面来说，好像看不太出来，完全从里面看不到。对，他抽血理由是什么？来，你看哦，这个是足球运动身心灵伤害及表现，对，智慧感测，对，跟抽血有什么关联？对，所以这个里面来说，很多人就说好像没什么关联。那另外，为什么抽那么多血？因为要连续14天抽血。那抽那么多血，大家觉得怎么那么多好？然后编列的这个900万的这个花费到底花在哪里？所以我就讲，实际上除了这个周台英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主持研究员，还有另外一个叫陈宗庆。陈宗庆来说也是一样。那因为什么？他也是违反这个人体的这个研究法。结果我们讲周台英被解职，然后你不能够带这个代表队嘛？就这个所谓陈庆忠呢，他就是什么再教育6个小时，哪有差那么多的？所以他是研究的主持人呢，所以你就照说，事实上整个处罚都相当轻。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接受这个处罚这么轻呢？第一个，过去这些女学生遭遇到了什么身心的这个煎熬，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今天来的这个简同学，他就说嘛，第一个，你看这一个女同学，她就是简同学，她在抽血的时候，她在哭。为什么她在哭？因为第一个，她连续抽了好几次，她已经连续抽了好几天。对。那抽了好几天的时候打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呢，你这个人体被抽了太多地方的时候，其实打不进去。那她就一直抽，她就说，你看。然后他就说什么，这个我的32个必修学分真的是血汗学分。他说这个血汗不是比喻，是真的强迫抽了200管的血换来的200管，真是热血沸腾到不行，对。然后他说感谢我从小就想要考上的大学台师大，到此刻我还是想把这件事情压下来，没有半句道歉，对不对？然后你看他就在这边这个水打针的这个过程，你看就这么多被人家这样子，然后你看他说什么？因为连续抽血第8天，那两手的血管都抽不太到。我们知道说，其实即使是那种我们看到医院的病人，你有时候连续打针打到最后，其实血管是没办法弄。他连续抽8天，怕他抽不到，然后尝试抽这个手腕也失败，真的，他到现场崩溃中。这次是第6针，终于让他抽中。为什么这样？因为操作人不是医学专业嘛。所以如果你是医学专业，当然你可以抽中一下就中，但是不是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他在抬这个灭火器。那为什么要抬灭火器呢？因为很简单，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在整个这个，如果你要打针的时候，有时候你让整个手肘或者整个躯干热起来的时候，血管比较好找到。他用这样的方法，他已经他等于是这个画面出来是什么？等于是他前面已经戳了非常多次，都没办法戳中，所以他只能让自己去拉这个灭火器，让血管浮现的。就有点类似像我们有时候打针的时候，这个都要给你拍一拍这个手背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讲，这甚至还有人 po， 你看。
妈，这个他可能打电话跟他妈妈讲啊，你最近在干什么啊？都不回家。他说做检测啊，做什么检测？他说就这样。你看这上面来说都是被针扎的一个痕迹啊，因为他要在这边一处，对，这边一处，对，这边还一处，对，因为这个暑假或者是寒假之后要在这个学校受训，但是受训14天，然后被打14天的针，所以我就讲这就是这样。你可以让这整个过程里面来说，你看。就他们就这样打针。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个画面来说的话，第一个，你看他应该这个施作打针，我跟他讲，施作要抽血，这个人应该要戴什么手套？对啊，他根本没有戴手套。然后整个过程里面来说，如果你看了整个影片来说的话，他很不专业，然后也没有什么酒精消毒，什么都没有用，就整个都没有很专业的这个状况。那你看，因为你不是很专业，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抽到这个比较组织比较多的地方，肌肉比较多的地方，所以你看他们身上都是黑青，画面淤青一块一块，吓人了。你等于是整只手都感觉要黑掉了。当然啦，因为他们就不是专业人员。然后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一管一管的血，就是他们抽的这个血，就这样子。然后你看，所有的这个学生都被当成人体实验的这个对象。那我们就讲，那现在这些人体的血到什么地方去？大家完全不知道。好。那我就讲，事实上，在这个当初的这个记者会就讲，你看他们说什么？我们要女足队的这个周台英就要求他们说，以毕业学生威胁要配合研究，然后连续14天配合抽血，每天要抽血，然后从早上5点起床，然后做到晚上9点的这个状况，然后大一还没入学，暑假就已经开始配合研究抽血，对，因为还没有入学的，因为它是个长期的研究嘛，那我就希望说，你可以还没入学就可以开始来抽，对不对？然后依照这个入学的这个学制不同的时候，被迫抽血实验的时间长达3年到7年嘛，我就说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7年左右的一个状况。好，然后我就讲，那有人当然就说，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去看看。然后他就说，当时要想说，这个同意，因为他会跟你说我有一个同意书嘛，对，同意书里面他就说这样子，反正很简单，这个兆和啊，你要做这个，你就签个同意书吧，那你就签了嘛。但我应该要看一下吧？看什么看？直接拿走的，就拿走，就不给看的，不给你看啊！而且就是说，他马上就你要看 ，OK。那你如果真的不要做的话，那就是你就慢慢的这个学分就不会过了，你就没有办法毕业了，就没办法毕业，就这样。那你要选择什么？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就把它抢走啊，抢走就没办法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们就是这样子，用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学生就处在一个非常没办法反击的一个状况嘛。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这个台师大，即使到目前为止来说，我觉得他也没有真心面对。你看他们发了这个声明，你看说啊。因为这个都说周台英老师这个思虑不周啦，对，然后又说了没有取得同意的这个情势，没有符合人体这个实验相关的这个规定，调查结果已经终止该计划执行。还有以本校女足队员作为这个资料的收集来说，所资料收集不能够纳入研究，还有发表，还要请主持人完成这个处理的程序。这个不痛不痒，好像我犯了错之后啊，我改讲啊，你就把它丢掉啊，你不要做研究，这样就没事。是这样子吗？不是，我已经被抽了这么多年。对啊，有人被抽了4年，对，有人被抽了7年。对，然后你今天你只跟我讲说，对不起，是这个周老师他思虑不周，对，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抱歉啊，那些水管啊，我们就收这个销毁就好。那这个资料我们也不会再用。问题是你这些学生，你听了会觉得什么？所以这个周台英都带了一封信嘛，你看写了一封信。给师大女足队的这个道歉信，首先恭喜你们获得今年的大专杯。那去年女足事件，身为女足的教练，对事件造成了相关学生、师长还有学校声誉的这个伤害，在此深深表达我对陈氏的歉意，然后让你们的心情与情绪深受影响，也要向你们说声对不起。一个比赛的这个结束，也是另外竞争的开始。你们都是女足界最好的新苗，未来的顶柱，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努力加油。没了。而且我觉得里面最荒谬是什么？这2篇完之后，教育部说什么？他说这个涉案教师确有霸凌的行为。对啊，没错。我们刚看，这已经不单单是霸凌了，当然不是。这怎么会是霸凌？这已经到威胁、强迫。你今天不照我的方式走，我就不让你毕业。对，过去这么多学生，你看这个减薪女学生，我相信不只是她今天敢站出来，还有很多不敢站出来，甚至已经毕业的人，他们过去也遭受到这样的煎熬，他们没有讲。但是问题是，事实是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个真相理清楚，到底有谁犯了什么错，有什么样该负的刑责，我们把它负清楚，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不希望它再度发生。宇轩，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台师大从案发到现在，他们根本没有要解决问题，他们是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我越看我觉得越发毛，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不仅台师大，不仅教育部，不仅国科会，不仅体育署。大家互相推来推去，互相去压东西。
这根本就是个庞大的组织犯罪了吧？这不只是压案，他还是说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网友讲的非常好。有一个网友就说，他们是在做研究而引爆这一切一连串的事件嘛，对不对？说研究先别做了，你先学会怎么做个人比较实在。先学做人。对，所以呢，很多人都看到说，包括他的5点声明有非常多意见。为什么？5点声明里面他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说我们这个有经过学伦调查。第二件事情呢，他说除了调查之外呢，学生的指控部分跟内容不符哦。他说学生这个叫做造谣哦，说谎哦。来，第3件事情，他说学生全部都知情也同意。第4个，他说我们这个都是有合法的单位。来，我们就要一项一项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言之凿凿的声明哦。他说这个所有的受试费用什么意思？抽血它是有我们讲的，甚至有相关计划的补贴嘛。对，我们全部都当做公积金。当做这个队费使用哦，思虑不周，那我们之后呢会把这个钱退还。结果呢，这个有学生写的这篇文章，说款项已经在1月还款，这是他们回复教育部的说法嘛，根本从头到尾在骗人，没有还款，钱根本没还，直接就打脸了嘛。再来，他说：“哎，我们呢虽然说部分都非这个专业的我们医疗人员执行啊，但相关的计划呢已经完成销毁了。”来，赵，我就请问这件事情哦，你说销毁就销毁，是说把论文下来，还是说把资料封藏、资料典藏？谁知道？对，从头到尾都你说了算啊！而且你看哦，同仁已经带了道歉信，相关人全部道歉，而且解职了，对不对？未来也不会再带领。但赵，我请问一下，他讲了这个一大堆，我请问一下哦，这个相关的领队也好，教授也好。人还在不在师大？还在啊！所以来，你看哦，你仔细看这个一篇一篇的血泪。当学生提出问题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不是倾听，是反驳，用一个谎言的5点声明，说抽血过程合法，其实根本非法，有事前同意书根本没有同意，是强迫性的，而且说这些学生都同意。发新闻稿的时候，钱刚才讲过了都没还，给他们机会就老师全部都在说谎，一篇一篇的谎言，没有收到一篇正式道歉。直到看到了之后呢，才紧急发表声明，甚至更可恶是什么？这整篇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踢爆这整起事件，结果他的校方把它压完之后呢，一直说会处理，结果呢，到今天他们说不是啦，我们不是不处理啦，是还没有结案啦。怎么可能？去年11月，然后我现在问还没结案，对，等那么久，中间都空了嘛，然后说还没有结案嘛，就我讲又被打脸，为什么？因为学生上周已经收到了处分公文，换言之都已经结案了，就是要从头到尾包庇。所以你看哦，这2照双方对照一下，你仔细思想看看，如果你是这些已经长期受到荼毒受害的学生，那是什么氛围？来，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弄出来给大家看？这是其中一个留言，有一个网友就说半年的师大没有道歉，就底下莫名其妙有一个人自称自己是师大老师说啊，整个师大都要跟你道歉，是不是啊？我就是必修运动生物力学的老师啊！我也不要跟你道歉。为什么我要把这句话框出来？因为很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缩影嘛，代表整个师大我们讲部分的人士，甚至校方跟他们的态度，对于这些人他们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吗？他那个血管哦，你如果针插下去啊，因为我小时候也被那样插过，你知道我插下去，因为他拉那个肌肉根本就抽不出来，最后变什么吗？我还变谢祖种。但你想想，我只是一次而已哦。他们是连续每天都要，然后这么长期的一直持续，就我后来大家一定会问一件事情：那到底搞这么大费周章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那个国科会的计划吗？对，来，我帮各位找到哈，就是这篇计划，它里面写得很清楚哈。本计划呢由台湾国科会学术技术委员会，它还有它的字号赞助。OK， 而且呢，他写说感谢什么教授，对不对？以及呢，台湾师范大学女子足球队在资料收集上面协助。代表说他们在提供做这份 paper 的时候，其实学术这个讲究非常严谨，也就是我如果不是当事人同意，或者是说他在非常严谨的规范下陪同我做的测试，他才会写到这个感谢状。但这次不是啊，全部都强迫的啊，但哪有人这样搞的啊？就是这种我们讲的如稀里糊涂的用强迫来，这就是我们讲当时2024年的时候曾经发生的事情。12月3号的时候踢爆，对不对？那时候校方还在掩盖，而且甚至是你看把学生叫到研究室恐吓，怎么个叫法？他说：“你不讲出哪一位学生走漏风声，立起做拍打起哦，你不是在做学术论文吗？你不是在研究吗？”他用走漏风声4个字，对啊，你不是在拿国家钱吗？谁当廖北啊？不，什么叫走漏风声啊？干坏事才需要走漏风声啊！你做计划，什么叫走漏风？威胁说，那我们就耗在这边啊，不让学生离开研究室。各位，你要见微知著啊。
你要想想看，那在这个场景里面，包括人家做了哪有人抽血抽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看到我整把火都起来。来，结果呢，现在我们的统计起来，我非常认同哦，这些委员，我难得会认同立委讲的话。为什么？他说要对他们进行刑事上的告发。来，有网友马上把这些表列起来了。哪些刑事上告发？第一个，人体研究这个法，我们已经不用讲了。第二个，强制罪有没有？我不愿意你强迫我抽血，你用什么方式？你用学分、毕业学分，你用血汗学的方式做威胁 ，OK？ 有没有伤害罪？有啊，抽血也算是人体的一部啊，你这样也是等于是伤害罪啊。有没有强暴胁迫？有啊，因为你有强暴胁迫说他要去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诈欺罪？你的论文以及你取得的研究经费这些事情，如果它不是合法合规的话，这些都符合诈欺的要件。还有教师办法跟学伦办法，为什么我说它会符合诈欺要件？各位，你看哦，这是专业真的在弄这件事情的。他说我就是做人体实验的。我自己在台大医院跟万方医院担任临床研究助理1年半的时间。他说真正的做法是什么？比如说我负责3起的临床收集，对不对？那由台大的研究中心执行，每一次哦，他都要跟着这个教授后方的教室等着病人过来。那病人来之后呢，都要抽血、卫教、记录每个月吃药状况，一切过程呢都要在临床护理师的执行跟陪同下，包括计划的内容、签名、收简体，角色要指示他是干嘛？他要一边陪同一边把这个相关的状况记录，然后呢，这些 sample 马上就要送到所谓的检科仪。跑仪器收 data。如果今天呢你要抽我的血，对不对？你要我参加一步的计划，我一定是为了什么？第一个，我会把那整份声明看完，看完我要知道说，哦，我做这个会有什么风险？那这个计划是要否什么的？那做完之后呢，这些资料、这些 data 会到哪里去？会不会有外流？它是做什么使用？它流程是什么？这一切你在所谓的人体实验的时候，基本上都要公开透明。对，简同学，我们刚刚看到一些相关的画面，我们看了心非常非常痛。为什么？因为你是一边抽血。你的眼泪是一边一边掉，甚至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是你去拿这个所谓的灭火器，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你的血管。你在这求学的这几年，你刚刚有特别讲到台师大是你的梦想，然后没想到你一进去之后，变成你的噩梦。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运动科学相关的东西，那第一次上大学，竟然师大这么棒，竟然还有运动科学的检测，想必一定是非常的好的学校才可以有这种机会做检测。那时候我们是这样子想，那后来发现这检测有点不太对劲的时候，是时过2、3年了，我们才发现，说是检测，但是说好的协议报告呢？那血呢？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半点的数据，或是关于这件事情的回馈？那我们抽给谁？我们要干嘛？我没有拿到任何的，你去做健康检查，那至少你会拿到健康检查的报表吧？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抽什么？对，照理来说是这样。所以它完全它是你暑假跟寒假通通都要去，去了都要14天，都要去经历过这些事情。对，每一个实验的为期就是14天，那这14天内每天都要抽到至少15cc 的血液样本。那为什么要抽到15cc 的血液样本呢？15cc 通常就是2管，一大一小，或者是抽到一支10cc 的、一支8cc 的血液样本。那为什么要抽这么多呢？其实一开始只有抽1管，那后来发现说这1管血液的样本分离出来的血清数量是不够的。你刚刚不是说只要抽1管，然后他们还嫌你的血清数量不太够，再强迫你再抽1管？对，所以一开始的实验计划我们被抽的是1管，但是第2次、第3次的实验计划的时候就说，之前抽的血液样本不够，没有办法分离出足够的血清让他们做分析，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每次的血液样本要2管。那这2管的血呢，抽完之后还是我们自己要去做分离。把血液跟血浆分离，得到了血浆，那这血浆就冰在实验室的冷冻库里，这样。你还要自己去跑实验室？对，我还不是最被做实验最久的同学。从我高2、高3准备要选择大学的时候，就有耳闻说，哪一个学校的风气是怎样，然后哪一个学校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的训练是怎么规划。那时候就有耳闻说，台师大的话会有运科的实验，然后会需要做到抽血这样的动作，所以代表说，在我高2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实验了。那我高2的时候是2017年的时候，那我入学的时候是2019年。那你们说到国科会计划是2022、2023是2023的计划嘛？那2023才开始国科会计划，那代表说2017到2022的血液样本是抽给了谁？这个我们到今天为止记者会问，还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在高2、高3的时候，你身边一些朋友都已经知道台师大要去做这个抽血的计划，只是它包装的很好，
然后让你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没错，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真幸运，可以得到这样的资源去做所谓的运动检测。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刚刚说光是1期的经费大概有900多万，你们1毛钱都没有拿到吗？不是说他最后不是都返还了吗？我们这个师大款项啊，会非常非常明确的显示在我们的这个校务系统。这个校务系统里面，你一查哪一笔师大给你多少钱，明细是什么，它都会写出来。那我们最早看到钱，第一次看到钱的时候是2021年的7月30号。但是呢，在2021年以前，我们是完全连项目款项都不会看到的。那2021年的这款项下来之后，教练会以说，这笔钱是大专杯经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系统查得到这是什么账。但是呢，你的存折簿上面只会写师大款项4个字。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师大款项，有时候我们出去比赛的经费、车马费会先拨到个人账号，对，那我们再一起缴给总务，我们一起订车票。我们以为这次也是这样，直到后来我们去查了这个总务系统，才发现，这怎么写实验者受试费？那这是什么实验？这是什么受试费？为什么我们要把这1万块缴回去学校给教练呢？所以每一次的实验者受试费就是1万块钱吗？还是说1年度1个季度的是1万块钱？其实它这个款项下来的很没有规律性。像我们后来事件爆发之后做了一个统整，从光是2021年2笔，1笔1万，1笔1500，2022年总共有4笔，1万、15000、16000、1万。那2024年的时候是2笔，1笔是1万，1笔是8000。那这些款项通常几乎是每一笔钱下来的时候，就是会要求我们把这个钱缴回，因为说实验我们是受试者，这个钱是实验的钱，我们就是要把钱缴回去，拿来买所谓的实验器材，因为实验器材很贵，那国科会补助的钱不够买这些器材，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钱去买这个实验的器材。所以没有任何1毛钱都进到你们的口袋里面，然后还要把这些钱拿出来去补助相关的赛事，去补助相关的所谓的一些实验的费用。说实在，我们有拿到钱，像是2024年3月13嘛，我们下来了10080块，教练把80块留给我们，1万块他拿走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